照亮这辽阔的海洋，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，我们挺起胸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，这海浪拍打奏出最美的乐章。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，忙碌的光阴摇晃，绚烂宁静的夜晚，那是最美的图案。坚强它扛在肩上，温柔它却留在心房。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，我们的眼神不彷徨，不孤单，漫出其实很简单，彼此间信任的目光，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，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。喂，你喜欢大牌啊？酒廊都要打烊了，你还不来？我到了，在你后面。你怎么啦？无精打采、垂头丧气的，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。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航海一切顺利吗？绕了大半个地球，才发觉原来这世界也不是那么大。哎，真雅，什么事？哥，你为什么这么迟了还不回？哦，我跟天君在一起。我知道你跟好朋友见面，不过现在都这么晚了，你还是早一点回来吧，要不然妈又要唠叨了。好了，我们聊多一会儿就回来了。OK 了，拜。再来一杯。我今天回来才知道小杨出国读书了。他为什么突然离开啊？是不是你这家伙伤了他的心？我临走之前警告过你的，如果你对不起小杨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应该宰了我。小杨真的是因为你而走的啊？他出国念书，你也知道他的性格了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说走就走。他到底去了哪里啊？他说不想别人打扰他，所以他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他什么时候走的？几天前吧。我妹妹说小杨已经走了2个星期了。是2个星期，我记错了。天俊，你们是不是都在骗我？我妈、我妹妹、安可还有你，你们是不是都在骗我啊？骗你什么？骗我小杨的事啊！你告诉我，小杨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告诉我，小杨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说啊！我跟你说了，他去念书。你说啊！小杨发生什么事了？都说他出国念书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啊！说啊！你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害了他。
害了他。叫你好好对小杨的！为什么你？为什么？我叫你好好对你在干什么？哥，我打死他！谁呀，哥？你叫他来打我，叫他来打我，是我把小杨害成这样的，现在已经不能够走路了，他也不能够打我了。来打我，帮他来打我。我今天一定要打死他！你干什么？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没有人希望会发生这样的事的，但是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，你要打死他。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他已经够自责、够内疚了，你干嘛还要打死他？你如果对小杨好一点，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你根本都不关心小杨，不止不关心他，还把他对你的爱当成理所当然的。你本来是应该保护小杨的，却让小杨反过来保护你，你算是什么男人啊？他那时候喝醉了。醉了，醉了就能推卸责任了。小杨是因为他才半身不遂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，而是要去想办法，怎么让小杨重新振作起来啊！尤其是你呀、你不要再像一堆烂泥一样了。你再这样下去，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你怎么去照顾小杨啊？明天你就跟我回去船厂，你听到了没有，陈天俊？先生，起床上班了，起床。怎么样了？他一句话都没有说，就挂电话了。哎呀，那怎么办？珍妮啊，你一定要帮他重新振作起来。嗯。喂，还不起来？你干什么？你有没有穿裤子啊？你神经病啊！我进来了。什么都没有穿了，还不走？我现在给你5分钟的时间，你再不出来我就放火。
俊，这是 West Brani 的施工进度，还有最近的会议报告。West Brani 的修改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所以准时交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下午2点有制作会议。你去开吧。好，不过你一定要去做检查，万一有出错的地方就能及时改正。ABS 的勘察官随时都会到的，要是被他们发现有问题，那就麻烦了。我先出去了。田老叔，天俊来过了吗？天俊回来了吗？是啊，他今天回来上班了。我没看见他。对 ，Skyline 检查过了吗？我没看到。陈天俊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没去地盘。好，我现在就陪你去地盘。走。我去。我不在这段日子，工程还不是照样进行？这个地球又不会因为少了我就停止转动。地球不会停止转动，但是你会完蛋啊！你给我站起来！你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事业，还有你这些年来付出的努力，通通都会完蛋啊！你明白吗？你本来可以攀上事业的最高点的，但是已经不重要了。不重要。为什么不重要？你现在还很年轻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！蔡正雅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干嘛把我拉回来办公室？你以为回来这里就可以专心工作吗？你烦不烦啊？我烦，那你呢？你不看看你现在这样子，要死不活的，很令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小安现在看你这个样子，他一定会很失望。他不会失望的，他不会失望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现在最恨的人就是我。我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。小杨，妈，我都说我不吃了。志航来了。你叫我的话跟他说，叫他回去吧。志航都知道了。他说一定要见你。谁叫你告诉他的？你叫他走，我谁也不见了。小杨，安迪，你去休息吧，我会劝他的。谢谢你。你不开门没关系，我就在门外，我们隔着门好好的聊一聊。我们没什么好聊的，你走啊。好，你不想聊，那就不聊。我带了小提琴来，很久没拉了，也许又会拉走音吧。不过我知道你不会笑我的，如果有别人笑我，你会帮我打抱不平，所以我可以放心的拉了。
航，你专心的去航海，不用担心我会照顾自己的。我当然相信你能照顾自己。你虽然是女孩子，可是你却是我们3个人当中最坚强的。所以我从不怀疑你能从这次的打击中振作起来。等到那一天，我希望你能打开这道门，让我拥抱你一下。这么多年来，只抱过你一次，真的很不甘心。所以你一定要让我再拥抱你一次，小杨，你让我再抱你一次好吗？快点！你不是很讨厌他的吗？我现在很讨厌他，那你为什么要叫我做这种事？那是2回事。什么2回事？我佩服他在工作上的魄力，觉得就这样放弃了，对他、对公司都没有好处的。别人之前帮过我，他让我重新振作起来，我觉得我也应该帮陈天俊一把的。天俊，真雅好像发生事情了，是不是啊？他约了我吃午餐，我在餐厅等了他老半天，他都没有来，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在钻油台上，结果电话就挂断了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啊。有没有看到真雅？还算有点良心。那也证明他还没有到万念俱灰、麻木不仁的地步。真雅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在这里做检查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但陆凯又说你……算了，喂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办公室。既然来了，就把转运台检查一遍再走。那。Boss， 请检查。没问题，那就是说我干得不错哦。你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也是这么认为，不过还是太早了一点。最重要的呢，还是要通过买家和 ABS 那一关，你说是吗？交给你了。喂，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交给你，我放心。陈德俊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才走。陈德俊。
事？果然给我猜中了，陈天君要辞职。病人他是会听我劝他的，在这里他只听你的话，你就赶快去阻止他吧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陈天君不是你最赏识的人吗？现在他要走了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的？方宏安，我明白了，你其实是希望他越早离开越好，因为你担心有一天你这个工程总监的地位会被他取代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！陈天君，你果然在这里啊！什么事？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才是啊！你来这里干什么啊？你不是ED，不用跟你解释吧？可是我是你工作同伴啊，有什么事你不能先跟我商量啊？没这个必要。喂，这是什么？辞职信？哎，真假？真假？把信还给我！我不还。别玩了好不好？你就算辞职了又怎么样啊？小杨就会恢复正常吗？你到底要逃避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不是逃避，我根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工作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当时意外发生的情景。我是个男人，要一个女人来保护我。我是个懦夫。那是意外啊，没有人能阻止意外发生的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知道，小安也知道啊。你说，小安有没有责怪过你？他恨我，他恨你？他恨我害他下半辈子都要变成一个废物。他不会再原谅我。小安真的有这么说？他说他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。你还想不通啊？小杨是为了你才这么说的，他不想拖累你，更不想你为了迁就而陪伴他一辈子，所以就逼你离开他。为什么没有想到？因为你老是自责啊，老是觉得自己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的，老是责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好好的保护小杨。你呀，已经变得越来越笨了，真的是超级大笨蛋。郑雅，谢谢你。喂，这个不需要了吧？你一定会大失所望的。陈天君不走了，是我把他劝了下来。是吗？亏他整天一直叫你师傅师傅的，可是你却对他那么绝情。一个在没有心思工作的人，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，或者过去他表现有多优秀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你一座钻油台，从筹备到完工至少要800个工作日，动用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。这牵涉到团队，牵涉到买家。我们不只要如期完成工作，还要确保每个员工都安全。所以精神必须高度集中，绝对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情绪而影响大局。我相信天君了解这一点，所以才选择离开。大道理谁不会说？可是我们是人，不是机器。一座钻油台可以没有感情，可是我们人不能没有。你是病人，
我们不是。不过无所谓，反正陈天俊不会走了。他会走的。不会，因为他的辞职信在我这里。哎呀，你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哎呀，你的腰痛啊，你坐下来好好休息。你也坐了一整天了，你回去休息吧。来，你看看我样子，需要休息吗？再加班2天2夜啊，我都没有问题的。我都说了，你回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就在你们一个说，哎呦，你坐下来休息啦，哎呦，你回家休息，关心来关心去的时候就到了。真雅，刚才我跟你妈说啊，下个月啊我就拿30年长期服务奖了，不如趁那天啊，请大家吃个饭，正式宣布我跟你妈拍拖啊。铁头叔，拜托了，怎么你这么老土啊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拍拖还要正式宣布啦？要不要我包个红包给你啊？我刚才呀也给你妈骂了一顿。你们在说些什么？啊，铁头叔说他下个月就要拿30年的服务奖，我就说啊，他是船厂的老功臣，没有他就没有船厂。你以为他是 ED 呀？说到他那么重要。妈，虽然 ED 是重要，不过如果没有像铁头叔这么有经验的员工啊，这个船厂是不可能会造出世界第一的转优台。说得对。对了，铁头叔，这一次还有谁跟你一起拿奖？好像病人也应该拿15年的服务奖。照算应该是，不过他好像离开过船厂1年，不知道算不算。离开过船厂？你是说他曾经辞职过？对啊，自从林双辉去世之后啊，他就没有新工作了。有一次啊，还差点害一个工人丢了命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那时候有一批工人在维修油槽船，洪安是他们的工程监督。那天早上，他没有开 VSCC 安全会议，当时有个工人没有佩戴 PPE 啊，就去开工了。哎，什么是 PPE？PPE 就是安全配备，就像铁头叔身上带着的。对啊，在高处工作的时候需要扣上这个安全带。那天那个工人没有遵守这个安全准则，在高处工作的时候摔了下来，还好没有丢命。但是身为这个工程监督的洪安，必须面对一切的责任。虽然船厂只给他书面的警告，但是最后他还是自己辞职了。我听说你今天取消了 VSCC 会议，我就不相信一天没有开会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任？只要你在工作岗位上，不管你的情绪怎么波动，都不能影响工作的。工程监督就是要确保一切工程在安全中进行。小小的疏可能就会能躺在医院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在没有心思工作的人，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，或者过去他表现有多优秀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原来病人明白天俊无心工作会害了工人，难怪天俊辞职，他居然无动于衷。看来是我错怪他了。真雅，对了，这个是明天的工。不必了，这些文件我都看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哦，那明天的会真雅议，West Brandy 的工程就拜托你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辞职了。你不是不辞职了吗？我不在这段日子，你表现得很出色。我相信 West Brandy 的工程，在你的监督下，一定可以顺利完成的。不行，我一点把握都没有，真的。我之所以会接下这个工作，也是因为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回来。可是你现在，真雅，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，你可以的。如果你碰到什么问题，你找师傅吧，他可以帮你。我走了。等等，为什么你还是要选择离开？因为就算我继续留在这里，无论对整个团队、对公司，都不是件好事。我现在脑里想的
是怎么样帮小杨恢复信心，而不是完成这个工程。你明白吗？一个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的人，无论职位多高，亦或者是过去的表现有多优异，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没错，加油！师傅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他会回来的。他的心只是暂时离开这里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眼看他就要攀上事业的最高点了，但是他却选择离开。事业有最高点，爱情和友情也有最高点。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，以他的幸福为自己的幸福，这是爱情的最高点。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义无反顾，这是友情的最高点。天俊在面对这两者面前呢，放弃了事业的最高点，真的是太伟大了。真雅，你现在的心到底在谁那一边啊？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很晚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到底是谁啊？是天俊还是冰人？哥，你在干嘛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我在联络海外医疗机构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到小杨。可是，小杨的主治医生不是已经说，小杨不可能复原了吗？现在医学发达，特别是干细胞的研究，越来越多令人振奋的消息。最近有个病人同时接受肾脏和干细胞移植手术，复原后就如常人一样，甚至不必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啊。哥，我问你啊，你会不会为了小杨，放弃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？比如什么？比如事业。我甚至愿意放弃我的生命。那已经不是最高点了，而是超高点啊！你如果是全心全意爱一个人，就会愿意牺牲一切保护他。所以，小杨才会牺牲自己去保护陈天俊。不要再提这个人。可是他……我说了，不要再提这个人了。陈天俊辞职了，他为了小杨辞职啊。那有什么用啊？他弥补不回来的。他一辈子都弥补不回来的。早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来找小杨。你还有脸来见他？要不是你贪生怕死，在最危险的时候弃小杨不顾，小杨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亏你还有脸来见他？我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，可是我不希望悲剧再延续下去。志航，我们一起帮助他，帮他振作起来，好不好？少了你，我也可以让小杨振作起来。伯母，天俊，
你不可以进去。小杨不想见你，你就别烦他了。弟，我先上去了。嗯。伯母，我求你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不会上去找他，你让我在这里等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好吧。小杨，我来了。小杨，安迪说你醒了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我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零食，那我塞进去给你啊。不过你不能贪吃，一天就吃光了啊。好啦，我要开始每天讲一个故事了。如果你听得烦，随时可以叫我闭嘴，也可以随时叫我滚蛋。志航来看你，他还拉小提琴给你听。没想到这小子还会使出这一招，我怎么可以输给他？你看，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。小杨，这首曲子是献给你的。 小杨，天君又来了。天君说，在网页上下载了一些文章，叫你看一看。我不看，你还给他，叫他走。他已经来了5天了。 你是不是要他天天像上班一样来我们家报道？他想来就让他来，反正我也不会见他。你不见天俊，就见天志航吧。你之前还隔着门跟他讲话呢，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跟他说了？我看志航老隔着这一嗓门讲话，看得一颗心都痛死了。你呢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真狠得下心？ 我的心早就死了。他们要来就让他们来，要说什么尽管说，要拉琴、唱歌、跳舞随他们，反正我就是不见。弟，走。
小杨，早。小杨，今天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我昨晚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澳洲病人的经历，他的遭遇跟你很像，也是遇到车祸后神经受损，导致下半身瘫痪。我已经把他打印出来了，你看，你看。连医生都放弃治疗，说他不可能复原，但是他坚信自己能再站起来，所以他不断的练习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发觉自己的脚趾有了知觉，现在他已经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了。小杨，这是个好消息，证明你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。我已经设法再跟对方取得联络了。不要再为这些无谓的事瞎忙了。互联网的资讯不一定是真的，就算是真的，也可能是极少数的例子。就像文章里说的，是奇迹。是努力也好，是奇迹也好，只要有人做得到，那就证明你。志恒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做这些事了。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，看看书、画画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我爸的工厂有我哥帮忙，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其实我比很多人幸运，即使什么都不做，我爸和我哥也能养我一辈子。所以你们不用为我担心，也不要再来打扰我了，就让我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你们也好好过你们的生活吧。小杨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一定要振作一点。小朱，那个蔡志豪是不是跟你说要你振作之类的肉麻的话？哎，你别听他的，他这个人一点创意都没有的，你听我的吧。小朱，我等你，等你等到你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小朱，你听到吗？我爱你，小朱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志恒，你叫他走，叫他走了，不要再烦我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还够了没有？小杨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啊？我爱你。不要再叫了，小杨，不要再叫了，我还没有叫够呢。小杨，我爱你。你还有2个月小的事案，你不觉得太迟了吗？我曾经这样爱小杨，可是你有吗？如果你那时候听我的话，好好的爱小杨，今天就不会变成这样了。你不要在这里啰啰嗦嗦，阻止我向小杨示爱。我知道，你对小杨根本没有办法，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的心。你只能窝窝囊囊的在他背后，跟他说你爱他。你敢像我这样吗？你敢像我这样在他面前大声的说我爱他吗？你不敢。看你啊，还是回去面对你的大海蓝天，回去面对你的方向盘和集装箱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种！怎么想打我？来啊，来啊！我知道你忍了很久了，我知道你气我，害小杨成这样。来啊，动手啊！来啊！怎么不敢了？等什么？慢慢把车窗摇下，你在转角处等他，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情书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